开悟要众生的心知肚明，修行者自己心知肚明，他有没有开悟，而众生自己才能知道他的师父有没有开悟。你不能讲师父讲说我开悟了，你就深信了。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本次的主题是林老师有开悟了吗？那我们先感谢大家有收听菩提麻瓜哦，因为我们最近在慢慢的把节目放到 YouTube 上面，结果还不少人看非常感谢。那这边呢稍微也宣传一下我们节目啊。我们节目除了这些菩提麻瓜节目内容以外，还有菩提精进系列，然后还有林老师创作的数十首佛曲都在频道里面，欢迎大家点来听听这样。好，那会有这个本次的节目主题是因为我之前有看过一个留言他大致上的意思就是说没有觉悟到一定程度的境界，说佛法都是枉然啦。所以呢，这也让我就是有点好奇，说怎么样的人可以算是觉悟，然后怎么样的人可以算是可以说佛法呢？这样，所以呢，来我们先来问老师林老师开悟了吗？对，这个题目啊是比较严肃一点，比如说也不能够随便乱回答。比如说我讲说我已经开悟了。那也是我自己在自说自话，是啊，对不对？那么是说呢，开悟它有一个标准，对不对？不是自己呢说了算。所以我们先呢，先来谈一谈开悟这些，聊一下。对，我在讲这个悟呢，它一定是跟那个迷呢，迷惑那个迷惑那个迷来相对来讲的。你原先你是迷失的道路，你呢在迷惘之中。不知所措，你不知道路子在哪里，那你现在看清楚了，你听懂了，对不对？你认清了，你知道要怎么去走了，这可以叫做悟。那么从这里有没有知道一点，一个真正的开悟的人，他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悟呢，是他自己的智慧呢开智，智慧被开窍了，被打开了。那么悟呢是悟那个道理，所以我们平常在讲这个开悟的时候呢，一个是智慧的开发的启发，另外一种呢是事理呢把它呢剖析，把它认清的比较清楚一点。同时我们要了解，一个懂道理的人，他不一定做得到，他不一定就正果。佛家常常这样讲呢，对于道理可以顿悟，可以顿悟。你可能我现在讲一下，下一秒钟就顿悟了。可是道理呢，懂了。比如说我知道台北，对不对？现在我并没有一下就到台北，所以我要慢慢的去。这什么意思？这佛教讲叫事，就事来讲事情那个事，你就要慢慢的渐修，慢慢逐渐的去修。譬如说烦恼，你要一点一滴的去。对，把它去除，对不对？那种习气根深蒂固的这些东西，都不是呢一朝一夕能够进攻的。所以了解到这里的话，我刚刚有提到你说，如果没有透彻开悟的人，他就不配讲佛法。这个呢，我们稍微要存疑一点啦。因为开悟有深浅。如果这个开悟的人，这个老师，他只讲他自己懂的那个部分，他不去涉猎到他完全外行，完全没有去碰触到的那些东西，那这样是还是可取的。譬如说我们屏东的，再往东边去是大武山。如果你问我说大武山在哪里，我说呢往东走，这你可以信，这我讲的是正确的。可是当你问我说大武山里面有什么样的植物的时候呢，我就不能随便乱讲了。因为我没有去过那里。所以我们了解到这里的话，我们一生里面有很多的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要听到这里，我们一生里面在求道悟道的过程里面有很多的老师。我们释迦佛告诉我们一点，每一个阶段的老师都是我们这一生不可或缺的。就像我们幼稚园小学
国中、高中、大学，甚至研究所、博士班，每一个阶段的那些老师都是你这一辈子不可或缺的。小学的老师没有办法去指导你的博士论文，你的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那么有学问，他没有办法去教你。当你是一个幼稚园的小朋友的时候，他根本不会教啊。了解到这里的话，我们就知道了，每一个学佛的人自己都要有一个认识，我就是要讨论到某一个问题，我去学习到某一个领域的时候，我就要去找，自己去想去找，去发现，去发掘最适合我这个阶段学习的老师。像林老师，我一辈子标榜这一句话，接引出击。所以我们在座的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对不对？他们在很多方面成就比我高，在学佛的资历可能也比我深，他们的成就也比我大。那没有关系，因为呢，有源源不断的后学的人，对不对？一直冒出来，一直从前面一直走过来，他们来到学佛的这个交叉，这个三叉路口，他不知道哪里的时候，林老师呢，以这几十年的学佛的经验，可以给他们指点一点。可是我呢，永远只在这个路边，在这个交叉路口，给这很多的后学者，只是说哪一条路比较好，这条路里面有什么风险，这条路有什么样的障碍，我只能做到这一点。大家就要了解。完全听信林老师的话，那干脆不听，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我的话，如果你听了又觉得也有可以参考的地方，那我们就是佛门的同道，我们就是呢学佛的好朋友了。就是老师说法可以信，但不要尽信，还是要有自己的想法。那当然啦，我在这边不是要好为人师，我只是把我知道的。我怕佛法会衰微，我怕呢正法呢会衰微，所以我到81岁了，我呢还鼓起余勇，来这边呢我讲了几十集，还创作了70首的歌曲，希望佛教徒以后大家都有新的歌可以唱，这样子。这点用心呢，我想大家应该如果呢稍微了解一下也希望你一起加入我们这个行列。是 OK， 好，开悟就并不是一定要等于觉悟嘛，反正就是你只要比如说有一件事情懂了，或是你有相当的智慧，就是感觉一个破除迷雾的感觉，就可以说是开悟嘛。开悟跟觉悟，我们不要在字面上去做这样的一种呢比较，或是说呢去讲很多，这是文字上的。那我们现在只能这样讲，开悟有深浅。因为从佛，从那个菩萨，从那个声闻缘觉这些，对不对？一直到天人，到我们人都有不同层次的觉悟。它的层次呢，深浅有不一样的啊。了解。是那如果要开悟的话，就一定要禅修嘛，就是禅坐嘛。这佛教呢，简单说起来，它一般来讲，学佛人就是闻思修。闻思修，闻就是多闻啊，博学多闻啊。我们在以前也稍微提到，思呢就是思考，那么修呢就是要实践，去实习，去实践。这个跟呢儒家所说的，我以前说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跟这个呢一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呢如果你真正觉得学佛不错，那么你就应该呢闻，就是听经闻法，自己去看找老师的研究，找道友一起来研究。思，看了以后，听了以后，不要完全接受。佛教是鼓励我们去怀疑的，所以你就要思，自己去把它融会贯通，去想这个有道理吗？这符合科学吗？对不对？符合人性吗？对不对？你这边自己应该去思考，觉得这个才是我需要的，然后你开始呢实践。不要说一下子呢我就吃素咯，对不对？我就去点戒疤了，我就要出家了。先等等，我这些学生他们呢要去点戒疤，他们要干嘛？我说蛋了，台湾话了，你要蛋了，等一下，
日本话叫就多妈的，淡的，不要那么急。你看清楚了，想清楚，你为什么要点戒疤？你就是那个受五戒啊，菩萨戒啊，对啊。我很惭愧，我都没有，因为人家问我了，我就开玩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孝道的开始。当然啦，我从来没有去反对别人去受戒，我从来没有但是我认为说这个你要考虑清楚这个样子。所以在觉悟这个区块里面，从佛一直到众生，每一个种类的众生，物跟米的众生，或多或少他们可能有时候有悟的时候，可是这个悟有时候只对自己有利，有时候呢只对这个赚钱有利，有时候才能够怎么样对学佛有利。那有的呢只对自己以外对众生没有利益那像菩萨啦，像佛啦，他们所觉悟的道理就是对整个众生都有利的。就是也是开悟程度的不同的。是，那你除了这个以外，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是，耶稣也是开悟的人。耶稣这么厉害。释迦佛也是开悟的人。那他们开悟以后所说的话是不太一样的。耶稣开悟了以后呢，讲呢，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他的独生子，上帝遣我到地球上来传福音，来拯救世人。上帝就是你们的父亲一样了，他是造物主，所以大家呢要信服于他，要听他的话这样子呢大家才能够得救，才能一起上天堂。那么以佛教的释迦佛呢，我们上一集录的苦集灭道，他开始的第一次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就讲到那么重要的4个字：苦集灭道。人生的苦自己招的，自己负责。要想灭这些苦，你就要自己学法学道，走在正确的道路，过健康幸福快乐的生活。这个呢，宣扬从那个时候开始，连续讲45年的佛法，把宇宙人生的道理几乎都牵扯到。我们今天讲佛学，你会发现它跟天文学有关，它跟心理学有关，它跟医学有关。有的人不太相信佛教讲的宇宙观，有没有？这里到西方极乐世界，从事西方过10万亿佛土一个佛土就100亿个太阳系，还要过10万亿，那多远？那个在过去还有对不对？所以呢，你从这里可以晓得那一大堆呢那么呢，佛教讲这些道理讲了45年，那么同样是觉悟，可是他们觉悟的内容不同大家从基督教跟佛教所谓的开悟，对不对？开悟以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情，大家呢可以稍微做一个比较，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好因为我看到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就是开悟的话，他们是经由禅修，然后修炼到一定的境界之后，就可以比如说体悟到自己是否有开悟，当然也是有开悟的高低啦。这样刚刚讲的这话是没有错的。所有的不然是佛开悟是靠这个禅定，佛说法也是在禅定中呢说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在录音，什么叫禅呢？简单的来说了，禅定的意思就是说呢，把你的注意力完全呢注意到一个事情上，一件事情上，心无旁骛，专注于一境，专注于一境，这就是禅。我们现在录音都需要呢能够专注于一境，这就是禅定了。我虽然还不一定入定，对不对？也不一定开悟，但是这种功夫是不能少的。我以前也说过，写书没有禅定能够写得出来吗？这里面有逻辑的思考，在这里面我们在比如说你现在问我呢，答非所问，那就以散乱的心散乱的心妄念纷飞呢，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讲得好了，对不对？所以你刚讲话的讲得很对了，所有佛教里面，在佛教里面学佛所得到的成就，都是透过那个禅修呢得来的。我们如果一定要讲禅修的目的何在呢？
就是观照。观照，你看那个心经开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观照就是照见了。简单说就是这样子的。因为老师之前也有说过啊，就是自己没有修行，是说老师自己比较没有在打坐禅定。那是我谦虚了。哦，谦虚吗？原来是谦虚吗？我就当真的。不是，从来不会。你看那高僧大德他们呢，我的老师、我的师父，他们绝对不会讲说我开悟喽，我是说我多有修行，对不对？那我跟你讲了，有修行没有修行，自己心知肚明。因为碰到一件自己不如意的事情，像我年轻，太太煮的菜不好，就整个翻了。这么火爆的吗？真的，所以我叫仙桌大王。妈妈煮的菜不好吃，我整个都给她甩了。可是我年纪慢慢的大了，学佛了以后，我现在呢好多啦，煮什么都好吃，真的。OK， 那这个也是修行啊。可是修行我不能讲说我开悟了。你说老师，那不开悟你怎么了解这？小开悟了，小的时候我还要常常呢掀桌子哦，以后就没有饭吃了，对不对？得到教训。不过呢，学佛就是慢慢的循修渐进，慢慢的把这些不好的习惯，慢慢的把它呢消除掉，把烦恼减除。我讲过了，这个过程我们以学佛人来讲，自己心里明白，但是他不会去自吹自擂，除非你别有用心，说你呢已经开悟了。你讲这种话什么意思？你真开悟了，讲些道理出来给大家评评理。你讲出来的话，对不对？到底有没有合乎佛理？你讲出来的话能不能弘法利生？也就是说，对众生是不是真正有利？这样的开悟才有意义啊。我以前开玩笑讲的，如果一个吝啬的人突然间开悟了，以后呢，如果大家吃饭了，我就不要付钱，对不对？都让别人请客，这样我就会慢慢的积少成多，变成富翁。这样的开悟又算是哪门子事？又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这样子？也是啦。我们是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呢尽量轻松一点。本来开悟这种事情很严肃的。很严肃的吗？对，当然很严肃了。这里面讲到了那个呢，阿罗汉的四果，讲的什么东西？那就复杂，那个是很枯燥乏味。我们尽量在这边呢，不要应用到那太多的佛教的术语。佛教那些术语在这边解释起来的话，没完没了啦。那些东西大家都可以透过呢，比如说林老师有60本的佛学的著作，大家可以去找来看，只要你有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尽量不用，我们都用浅白的文字。这是我这一辈子从写那个佛教儿童丛书到写佛教精神与特色，来接引那个我任教的那些高中的、初中的学生，对不对？一直到最后写那个给社会人士读的《菩提言读经》，对不对？菩提言背业的系列都是秉持这样的原则，浅再浅再浅。好，那我好奇的一件事就是，现在有谁开悟了吗？这个是不是很难讲？不是，开悟要众生，也是我讲过了。众生的心知肚明，现在修行者自己心知肚明，他有没有开悟？而众生自己才能知道他的师父有没有开悟。这一点呢，我必须要这边呢稍微再补充一下。你不能讲师父讲说我开悟了，你就深信了。师父开悟了，他开悟了，他讲出来的话，你要去检验呢。我要检验他。真的吗？他可能是未来要自己出名，他可能是为自己念财，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台湾有多少呢？你可以想想看呢，台湾就很多的假借开悟的名义，对不对？那么呢，坐拥好多的名利双收，没错，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怎么样才不会上当？学佛人时时警惕，个个警醒，每天接受新的资讯。每天都要去思考。我们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我呢，吃饱饭都在这边经行。经行是佛教的名字，就是吃饱饭以后在那边散步，一面可以有助消化。经就是念经的经，
行为就走路的行，经行啊，对，佛教那个散步叫经行，对，释迦佛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吃饱饭都有去经行，不是到宇宙别的世界去了 ，OK， 到十方世界去了，那去绕，对不对？我都在这边转，让你们思考问题。如果你下一次来访问我的时候，我要举什么例子比较恰当？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呢像一把刀，81岁了，一把刀子比较钝了，谁叫你不要我30、40岁的时候，心思呢最为缜密，心思最为呢灵活的时候来访问我。到现在呢，真的是勉为其难了。我现在应该是在那边喝茶，那么翘着2郎腿，听着那种呢放拜佛教音乐呢，那么拿着扇子这样的准备佛的招来接引我啦。所以我现在呢，还要呢这个都是一种考试。OK，对，因为呢，我就怕呢不能胜任。当我觉得我不能胜任的时候，退休就该退休了。OK，是。所以在台湾绝对有开悟的大德居士跟那个师父，绝对有的。我跟各位保证，绝对有。可是要我们每一个学佛人去发掘，不是他们说了算。懂我的意思吗？这一点太重要，这样才不会上当。因为开悟这个事情多抽象啊！你看，从刚刚开始到现在，我说了多少话？开悟老师讲起来，因为这个东西呢是一个境界，我只会下那个界说就定义了，下那个定义没有用，下的再清楚，跟那个开悟2个字也没有关系呀。所以呢，我们晓得佛教是原理那个文字相的。所以开悟这些东西，大家要自己去体会。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开悟的，对不对？你只要学佛，走在正确的路上，都会开悟的。然后呢，你还要进一步去看看师父，我的师父开悟了没有？师父可能比我们开悟的慢哦。还有这种，本来就这样呢。可是我们如果比师父先开悟了，我们不能瞧不起我们的师父。因为刚开始来接引你的，对不对？那个人是我们的师父，我们永远尊敬他，我们永远尊敬他。我们可以呢回过头来跟他变成同窗道友，可以互相切磋。我永远对于我的师父的尊敬，不论哪一位师父，我亲近过的师父，我在这里面讲的，我永远怀念他们。我不管他们有没有开悟，他们永远是我学佛的老师。好，因为我也想说，就是感觉现在很多样的宗教，感觉那些老师、上人、法师都可能会宣称自己是有 OK。我现在打断你一下，我来打断你一下，这个我们还是少去碰吗？我们如果去指名道姓了。我们2个还想活吗？对，对不对？也是啦。所以我们不批评别人。OK。我们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说，学佛的开悟，自己可以慢慢的觉醒，可以有一天自己豁然开悟。我们现在走在人生的迷途里面，对不对？有一天可能呢，山穷水复疑无路啊，可是柳暗花明又一村，你就开悟了。你豁然开朗了，对不对？那对于师父，我讲过了，只要自己努力学佛，闻思修，有一天我们可以到头来看看，我们的师父他讲的话是不是合乎佛理，有没有正知正见，甚至于了解师父他是不是一个开悟的人，也是。所以我是认为说，对于别的宗教，对于这些自称什么活佛啦、教主啦、上人啦，对不对？禅师啦，这些我一概呢不予置评。我自己有我心中的一把尺。那我刚刚讲那个，只是来给各位，给正信的佛教徒，想要正确的来学佛的人做一个参考。好，我在想要不要我们开悟录一集，要神通录一集。是。神通还有大有可为呢，我还可以讲很多神通的故事。对啊，就请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大家呢就在下一集再来
听阿若跟林老师来聊神通吧。毕竟神通也是好像是禅坐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对，而且大家都有兴趣的，对，大家都有兴趣的一些超能力的概念，也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因为佛门有那些神通，所以我很喜欢学佛。我12岁的时候，我那时候听我妈在讲这神通故事，所以我很喜欢。好啊，是这集比较短，但是我们就先录到这里，是不在长短啦。只要希望你受益，希望大家听了都喜欢。对不对？如果晚餐前听，希望你晚餐的吃得很愉快。如果早上起来，那一天呢，一定是一个大好的时光。好，这集就轻松聊一些。谢谢，好，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里，下集再见。祝福大家，拜拜，再见。